生肖運程嘅第4期穩定榜啦。屬龍嘅你哋咧，上半年我哋可以講係叫做印星貴人啦，用知識去變現。屬龍嘅朋友應該穩啦。屬猴嘅人咧，穩定至上，官煞咁旺，咁即係代表咗紀律要求啦。所有偏嘅嘢啊，所有投機取巧嘅嘢啊，同你冇乜關係。我大膽猜測一下，屬是不是會搞地下戀情？暗財咧代表咗暗桃花啦、秘密嘅戀情啦、地下戀啦，佢就係愛情嘅墳墓嚟噶嘛。2026年就嚟到啦，係時候睇睇自己嘅運勢點行啦。好多觀眾同我問開年嘅運勢啦，都話最緊張嘅就係揾錢、事業同埋健康嘅。其實大家都喺電視度見過我噶啦，我係風水大師兄。之前呢，喺通靈之王而攞咗冠軍啦，亦都做過超能力學院嘅導師。同好多嘅學員一齊去突破自己嘅界限，正因為係咁啊，我更加明白點樣可以用到玄學去幫到大家實實在在咁解決問題嘅。八字唔係為咗認命，而係幫我哋每一位去認清自己嘅運數同埋能量。邊段時間行財，邊個方位嚟事業，點樣去調健康，我都喺我課堂逐一為大家拆解，仲會教你道法術器去提升運勢，等你可以自己幫到自己，亦幫到身邊嘅至親。你可能會驚我冇基礎喎，點跟得上學習呢？放心啦，我教過唔同年紀、唔同背景嘅學員。由電視節目到線下課堂，我最識嘅就係將複雜嘅內容做到最簡單化嚟教俾大家，等你可以好輕鬆咁上手。新嘅一年行出自信同埋底氣嘅。如果你都想新嘅一年咧把握運勢，活出更順嘅節奏咧，歡迎 WhatsApp 我嘅助手，了解課程同埋報名嘅詳情。WhatsApp 嘅 number 係59303416。祝大家喺新嘅一年行運行到腳趾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耀。好啦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生肖運程嘅第4期啦。沒錯，那我們第4期的內容呢，就是講到我們的生肖穩定榜啦。冇錯啦，其實前2期咧，哇，超級多人睇。沒錯。咁咧，我哋就為咗話知道自己又唔係犯太歲啦，又唔係話特別好噶啦。特別好啦。咁我哋啲穩定嘅人，咁喺2026年究竟係可以點樣去把握到我哋嘅運勢咧？沒錯。嗱。嗰5個生肖咧就係屬龍嘅、屬蛇嘅、屬馬騮嘅、屬雞嘅同埋屬豬嘅啦。豬嘅係啦。咁啊，我哋從屬龍開始啦，因為其實我覺得喺成個2026年嚟講都幾好噶，因為佢係一個庫嚟噶嘛，辰戌丑未為庫啊。它是辰庫水庫。係啦，跟住咧丙火嚟照住個命局啊，有一種厚積薄發之勢啊。咁我講翻啦，咁我哋啊丙火生翻我哋呢個龍啦，係啦，構成咗咧咩叫咧印星護身啊！印星代表咗咩？幫助你嘅，所有有利於你嘅、愛你嘅，有咗呢種天地之間力量嘅愛護啦。咁啊有正印啦，亦都會有偏印。咁咧有2個印星嘅護體，就2個buff幫佢啦，令到佢咧個貴人啦好強。同埋咧印星咧亦都代表咩咧？學習。所以咧佢會喺呢個年份裏邊咧學習比較好啦，求知欲比較強啦。同埋咧由於呢個神土啊，亦都係呢個丙午嘅一個叫做食神傷官嚟噶嘛，咁咧呢個咧就可以演化為咩咧？食傷生財，所以又學到嘢，攞住呢個本領咧去賺錢，形成咗一個好好嘅循環啦。所以我哋覺得龍年嘅佢哋咧係比較好嘅。所以一聽師兄講到屬龍嘅朋友應該穩啦。那我們講一講屬龍的朋友在事業方面需要注意哪些問題好嗎？喺事業方面咧，屬龍嘅話咧，我覺得咧佢哋會有好多嘅貴人幫助啦，亦都會有好多嘅外派啊，或者係深造嘅機會啦。咁我覺得咧喺2026年咧，屬龍嘅你哋咧一定要爭取呢個機會啦，因為印星又係推動你嘅。上半年我哋可以講係叫做印星貴人啦，下半年咧即係從農曆嘅7月份開始咧，食傷嗰個力量就開
開始啦，令到佢嘅呢個你嘅創意啦、你嘅口才啦，或者係你嘅投資啦，都可以有一個好好嘅回報，冇錯啦，增長嘅。咁啊特別注意啦，幾個月份啦，農曆嘅3月就係辰月，叫做本命月咧。咁咧就適合你去進修嘅，同時咧農曆嘅7月啦，7月，係啦，咁啊亦都係學習修行嘅關鍵啦，仲有子月嘅，咁啊對於大家嚟講嘅話，我個人認為你如果能夠把握好嗱，主要係農曆嘅11月啦嚇，咁啊把握好嘅話咧，有好多嘅機會喺2026年可以爆發嘅，咁啊喺財運方面咧，嗱大家要注意咯喎，咁啊。當然，我啱先講到龍方面有正印、偏印啊、食傷啊，食傷生財。但係佢呢個代表咗乜嘢咧？就係要發揮你嘅知識，你要趁住呢個2026年咧，要學多啲嘅嘢，用知識去變現。係啊，譬如話你寫書嘅可以靠版權啦，如果你係好似我哋咁樣靠把口嘅，做節目。做節目啦，靠諮詢啦，自媒體係啊，都冇問題嘅。咁咧嗱，屬龍嘅咁樣就有一個月份咧係同佢特別好嘅喎，咁啊叫做酉月啦。哦，辰酉合。冇錯啦，龍同埋雞係合嘅，亦都係農曆嘅8月份。咁咧呢個咧叫做食傷生財嘅時候咧，你就有意外之財啊，或者喺呢個時候啊去投資。或者喺呢個時候咧，同人去傾一啲大嘅項目嘅合作，咁都可以有好大嘅回報喺呢個月份裏邊咧，種下咗呢個種子嘅。對，那我也想替這個屬龍的這個朋友們問一問，在感情方面有沒有一些好消息呢？咁我哋咧，如果你係真係單身嘅人咧，嗱點樣可以去喺嗰度可以遇到你嘅即係真愛咧 ？Mr. Right， 冇錯啦，圖書館啦。係啦，去看書學習。係啦，我哋見到好多嘅感情故事啊，都喺嗰度啦。或者喺進行一啲研討啊、進修嘅班裏邊啊，喺呢啲咁嘅比較有學習感覺嘅地方咧，遇到你嘅心儀對象。那同學之間有可能？亦都有可能嘅。咁如果係已經結咗婚嘅話咧，咁邊個係你嘅貴人咧？屬龍的，剛才你說屬雞嘛？唔係結咗婚嘅人，你嘅貴人肯定係你嘅伴侶啦。咁冇錯啦。咁我哋話。可以大家互相去定製一啲學習嘅計劃啊，好似我哋嘅呢個中華智慧大講堂啊，係啊，你冇錯，冇錯，就是我們的這個老師也是貴人。唔係，好多人咧係夫妻一齊嚟學習嘅，成為咗道侶，增強咗精神裏邊嘅共鳴，互相可以彼此提高情緒價值，雙生火焰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，非常好。如果當年我可以咁樣樣嘅話，我覺得後宮3000啦已經。不能這麼花心的喎。冇錯，但係我就話俾你知啦，你哋可以。雖然我都知道不止3000人喜歡你，但是你不能夠喜歡3000人喎。我都愛。你都愛。師傅愛你。好，那屬龍的朋友在健康方面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？咁啦，我哋都知道啦，咁啊火太旺啦，我哋代表係啦，好燥好熱啦，咁啊容易咧就叫做有咁多貴人咁多機會咧，精力可能過於旺盛，容易透支啦，同埋咧火旺咧會傷到個脾胃啦，丙午咧亦都代表咗佢哋自己嘅心腦血管，係啦，心腦啊脾胃方面咧要特別注意，避免捱夜啦，避免啦暴飲暴食啦，有時候其實我都係好攰嘅時候。吃東西其實係中意食嘢㗎。對啊，因為能量消耗得很多。冇錯。咁我建議啦，就係相對嚟講，平淡啲、清淡啲，飲啲湯湯水水嘅嘢。咁跟住咧，平時咧多啲去公園度散步啊，去吸收下大自然嘅能量係比較好嘅。大展宏圖。OK， 係啊，我呢個已經係我嘅表情包嚟㗎啦。大展宏圖。咁啊，同大家講翻，即係話每一個都有個開運 tips 嘅。沒錯，幸運色。黃色啦、棕色啦，同埋喺你嘅辦公台上面啦，擺翻一個黃色嘅水晶球啦。黃色嘅水晶球。係啊，亦都代表咗墓土咧，可以增加翻你嘅運氣嘅。我們的最核心的道家開運方法，對於屬龍嘅朋友有什麼要注意的呢？都係嗰4個字，身心境行。嚟多而無數，把如手中。先講下我哋身嘅方法先。練習呢個呼吸吐納法嚇，因為佢嗰個心腦血管同埋脾胃咧，用呢個吐納法咧係好重要嘅。即係當你吸氣嘅時候，我唔理你吸到幾多，因為你個丹田係咁大，但係咧
呼氣適宜咧就係長過你吸氣嘅時候。就是呼氣的時間要長過吸氣。係啦，因為你排出去嘅時候咧係通過你嘅丹脾胃，脾胃、係啊，同埋你嘅心火。心火。咁我哋將係通過呢個方法咧去泄咗你嘅心火。瀉火。冇錯啦，將你多餘嘅一啲雜質能量咧排出去，吸嘅時候咧慢慢吸，吐嘅時候咧長一啲，長過你嘅吸氣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幫你泄咗呢個火啦。沒錯。咁啊喺心嘅時候咧，啱先我都話不如手中，我哋喺道家裏邊好中意講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，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我哋可能喺2026年啦，我好多嘅貴人，我好多嘅機會，但係咪我所有嘢都要去做一個選擇，我全部都要咧？要做減法。冇錯，係剔除一啲其實睇上係誘惑、係機會嘅嘢，實際上對我並唔係咁重要，因為你自己喺2026年真正嘅呢個精力，可能只能夠係做好那麼一兩件事。咁啊，將我最重要嘅一兩件事做好佢得啦，就唔好話我全都要。專一啦。咁啊喺個境裏邊咧，咩叫做境咧？所以之前都講過啦，風水屋企裏邊就係境啦。咁啊，建議你喺屋企個客廳嗰度咧擺個水晶球，在客廳嘅中央擺個水晶球，係黃色嘅水晶球。黃色嘅水晶球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我哋話中宮嚟講就屬係土嘅。咁我哋如果將呢個水晶係有發散嘅功能啊嘛，將呢個土氣咧發散俾全間屋嘅話咧，咁咧會穩定到成間屋嘅氣場。但係師兄，我有一個疑問，如果說我們的那個中廳啊，它有擺了其他東西，它無法放在中間，或者說它是一個地板，那怎麼放這個水晶？唔一定係成間屋嘅中間嘅，因為我哋話屋企嘅中央位置咧，通常都係客廳。客廳，佢等於係心臟。在客廳嘅中間擺一個水晶球。唔係中間，即係客廳比較顯眼啲嘅地方，方便啲嘅地方擺落嚟就 OK 啦。好。好啦，行咧係咩咧？即係我哋平時要做嘅嘢啦，着多啲黃色嘅衫啦，黃色嘅衣服嚇食嘢嘅時候食多啲小米啦，黃色嘅食物，南瓜啦，或者咧可以喺五行裏邊咧揀戊日啦，或者己日啦，去做下運動啦，咁就會加強咗你嘅土氣啦，冇錯，加強自己厚德載物、承載嘅力量嘅。好，那我相信屬龍的朋友聽完師兄的這個道家開運秘法，就感覺已經穩了。然後我們接下來講一講小龍，就是我們的蛇的生肖朋友。呢個蛇咧，我覺得2026年係幾好㗎，因為我之前講咗咧三合啦、六合啦，其實係唔錯㗎嘛，能量好澎湃㗎嘛。而呢個蛇咧係一個暗合太歲。暗合。係啦，暗合嘅意思咧就係代表咗佢嘅財星啦，有暗合啦，官星啦，有藏支喺裏邊有啲特殊嘅組合啦。咁呢啲咧去到八字咧，我哋就唔喺呢度詳細講啦。大家要詳細了解八字咧，去到邊度啊？沒錯，中華智慧大講堂。冇錯啦，因為咧自中丙火同埋午中嘅呢個丁火咧，佢哋有相合嘅。咁呢個相合嘅情況咧，代表咗佢哋喺2026年咧有好多嘅機遇啦、利益啦、合作啦，亦都代表咗咩咧？叫做暗度陳倉嘅，喺不動聲色嘅時候，喺幕後嘅操作咧，可以獲得其成嘅，未必要顯露嘅，但係咧你嘅價值咧，有心人會睇到你，會認可你。沒錯，只要你唔會違背一啲規則嘅話咧，呢種隱性嘅支持反而會喺2026年咧得到好大嘅一個幫助嘅。我們屬蛇的朋友，他在事業方面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？2026年嘅蛇咧，並唔係一個衝鋒陷陣喺所有人面前閃亮登場嘅咁嘅角色嚟噶嘛，而係扮演咩咧？軍師。哦，就是做在這個帷幄之中，運籌千里之外。冇錯，做一啲幕後嘅工作啊，做一啲資源整合嘅工作啊，不顯山露水，但係所有嘢咧喺你嘅掌握之中。尤其要注意嘅就係農曆嘅4月自月，因為咧自己嘅本命月啦，本命月啊，農曆嘅8月酉月自有丑啊嘛，呢啲咧就係你至關重要去操作，只要低調咁把握咧，有好多嘅機會。那大家一定要注意這兩個關鍵的月份，4月份和8月份。冇錯啦。好，那在財運方面，是不是有很多的好消息呢？你又知嘅，因為佢暗合啊，默默才能拿到結果嘛。係啊，咁喺後邊嘅財叫咩財咧？偏財。
偏財好強勁，尤其係按件計數嘅，即係我哋叫做攞佣金啦，佣金多勞多得啦，或者得係做多份工作啦，打多份工，係啦，呢啲都叫暗財嘅，呢種利益啊，呢種收穫啊，比佢往年都會更加大。咁啊，就避免一啲叫做好糊塗嘅帳啊，或者計唔清啊、見唔得光嘅嘢就 O K 啦。暗中一定要有特殊方法操作。見不得光。即係我話見唔到光唔係叫做暗財啊，即係話我哋叫做同人哋合作，我喺幕後去操作呢啲先叫暗財。就是那個公司的名字不是我，但是背後人是我。冇錯，而唔係穿老闆櫃桶底呢種暗財嚇。咁啊，農曆嘅10月份，咁啊，我哋點解話農曆10月份咧？因為自害係沖嘅，月沖咧就係有一種叫做財來財去嘅感覺。呢個月份咧並唔係叫你去進攻，而係要防守，因為對於每個生肖嚟講咧，沖嘅月份咧都會有好多嘅唔穩定嘅因素，所以只要避免呢個農曆嘅10月份亥月去賺錢咧，其他都比較嘅順利嘅。明白。那師兄啊，剛才講了財運和事業嘛，我大膽猜測一下，係屬蛇的朋友是不是會搞地下戀情？ Exactly. 它都是暗中嘛。係冇錯，所以我哋中意用曖昧呢兩種呢兩個字啦，係啊。因為咧佢會暗財咧，代表咗暗桃花啦、秘密嘅戀情啦、地下戀啦，大家要額外嘅清醒啊！因為唔見得光嘅感情咧，通常都會比較刺激，好複雜。點解我唔見得光咧？係因為你明啦，我不知道啊，你明嘅，我不懂啊。係啊，真正嘅良緣咧，我同大家講下，喺下半年啦，單身嘅人咧就會相對嚟講容易揾得到啲嘅。咁咧，如果係已婚嘅穩定嘅人咧，就要注意下，即係另外一半會唔會有一啲叫做蠢蠢欲動啦？就是比方說一個已婚女性屬蛇，她注意她的老公是不是有情況發生暗合啊嘛？暗合。OK。好，那在健康方面，屬蛇的人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？屬蛇啦，你知啦，火嚟㗎啦，火又再加埋個丙午啦嚇，容易好燥燒到個肝膽，失眠啦，口腔潰瘍啦，生痱滋啦，仲有咧就係話嗰個心火好盛啊，咁啊亦都容易心腦血管出問題嘅。所以咧，我哋建議大家咧，每日朝頭早瞓醒之後咧，捽下自己嘅雙手，跟住捽下自己嘅。我感覺這個動作是補腎的。捽下自己嘅後腰，補下自己嘅腎，因為你嗰個火太旺啦，要令到呢個腎水好。有水嚟克火。咁啊，食下啲黑色嘅黑豆啊，或者黑芝麻，滋陰降火啦。沒錯。好，那他屬蛇的人呢，他們的幸運色是什麼樣的顏色呢？肯定有水啦，黑色。嗱，屬蛇嘅人點解你點解唔係紅色嘅？因為佢最重要嘅就係丙午年嘅火太旺，係啦，咁咧我哋建議咧係金金水水嘅嘢啦，白色、金色、藍色、黑色啦，咁啊喺屋企嘅南邊嘅位置啦，係啊去擺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南邊係屬離火啊嘛，咁我哋壓制一下，咁我令到我哋可以個火勢冇咁旺嘅嚇。好，那麼最重要的一點呢，就是我們道家的轉運秘籍，屬蛇的人需要怎麼來操作？第一個，從身的方面。我啱先唔小心透露咗添，係啦，記得每一日起身補腎之前或者瞓覺之前可以捽下兩個雙手，然之後咧喺我哋嘅呢個後腰裏邊咧捽翻36次。嗱，腎屬水，心屬火，事業亦屬火，起咗我哋一個叫做心腎相交、水火既濟，非常之好嘅卦象嚟㗎。其實沒有火旺也可以補腎的。OK，也可以，每天也可以搓。係啊，因為我發現大部分嘅人咧喺呢個世代裏邊腎虛。對啊。係咯。係啦。OK，第二個心啦，心咧就係我哋咧，因為你好多嘅暗啊、明爭暗鬥啊，尤其係做幕後軍師嘅時候啊，呢種鬥心啊，因為唔需要你自己企出嚟啊。沒錯。所以你個嗰種心傲氣啊會出嚟嘅，建議大家競爭呢個心起嘅時候咧，係啦，
低調啲，唔好俾我要做嘅嘢係希望將件事推好佢，我唔係同任何人爭。沒錯。嚇，你講我好又好，唔中意我也罷，冇關係，冇攀比，關注嘅係我內在嘅升華。沒錯。好，那從風水角度呢？剛才其實講到了南方嘛，係啊，壓制一下。哎呀，我啱先我又係透露得太多啦。對，依然建議大家係白色、金色、銀色、藍色、黑色，甚至乎係水晶束啦，都可以擺喺屋企嘅南邊去制下呢個火，然之後形成一個比較好嘅循環。沒錯沒錯。好，那第4個點就是行。OK 啦，我話俾你知，可能你都唔知點樣去行嚇，咁但係咧有一個辦法咧係令到你行之餘，仲可以揾到錢嘅。哇，這麼好！財氣提升，又可以吸財氣。冇錯啦，喺我哋嘅傍晚啦，5點到7點嘅時候啦，我哋叫做酉時啊。酉時係金氣，對於蛇嚟講咩？我克者為財啊！如果你可以喺呢個城市嘅西邊去行下，固然好啦，但係咧好多人行唔到嘅。咁不如你就係坐喺屋企嘅西邊，或者你話西邊係廁所冇辦法，面對住西邊，面對西方，係啦，去做一啲呼吸、冥想、靜坐，咁樣咧可以通過平衡嚟令到呢個火氣調和，跟住個成個人嘅身心境況咧會更加好嘅。我覺得屬蛇的朋友呢，今年一年也是這個暗流洶湧，但是在這個暗的當中也有機會，冇錯，可以把握好這樣的一個好的一個這個時機。好，到我們第3個穩的這個生肖啦，係我們屬猴的朋友。係啊，身後馬騮啦，咁啊其實睇翻都靚㗎，叫做官印相生㗎。官印相生，係啊，很厲害。係一個可以好順勢而為嘅生肖嚟㗎。天干丙火啦，就係呢個身後嘅七煞嚟㗎，代表咗壓力，代表咗挑戰，代表咗權威嘅。但係丙火咧，同時都能夠生翻咧辛金裏邊嘅餘氣，因為佢裏邊有土啊，所以咧佢又可以幫到嗰啲七煞啦，化為一個所用，成為佢嘅權力。所以咧意味住咧，佢今年可能會有好多嘅壓力，好多嘅鞭策，但係咧都係推進佢進步嘅動力嚟嘅。咁另外咧喺午火裏邊咧，即係喺呢個馬年裏邊咧，個丁火係個正官嚟㗎，咁啊形成咗七煞官煞混雜啦，係啊厲害啦！咁好驚喎，官煞混雜對於女命嚟講。怎麼辦？咁好彩，因為咧佢個呢個辛金裏邊咧有土啊，有印星啊，所有嘅殺我嘅嘢，凡是殺不死我嘅，只會令我更加強大。所以咧頂住壓力，令到你今年嘅呢個謀求嘅發展啦、職位啦，可以更上一層樓。沒錯，所以只要扛得住壓力，就是沒問題的。冇錯啦。在事業方面，我們的屬猴的朋友需要怎麼樣去注意呢？官煞咁旺，咁即係代表咗紀律啦，代表咗要求啦，嚴格按照大家嘅要求去做嘢，無論係觸犯底線。應該唔好話係咪觸犯底線，即係話可能平時我覺得好攰嘅嘢，但係喺今年咧特別多掟過嚟俾我做。OK， 其實咧以前你係唔想做嘅，但係今年咧，如果你係勇於去突破嘅話，接受上級嘅呢個 order，可能咧佢會有資源嘅傾斜，跟住咧就有好多嘅有利於你嘅事情會發生啦。咁咧要注意嘅月份啦，就係農曆嘅7月啦。農曆嘅7月咧叫做本命月。本命月咧，你嘅呢個能量更加強。咁咧就喺呢度咧可以獲得更加多嘅嘉許啊，或者係機會啦。咁另外咧就係農曆嘅11月。11月係指生子辰啊嘛。咁啊，亦都係會有你能力展現嘅時候，亦都有更加多上司長輩睇到你嘅時候，所以咧呢個時候佢發力係比較好嘅。那我們的這個屬猴的朋友呢，他在財運方面有沒有一些比較不錯的信息呢？嗱，如果你係想突然間發達咧，今年咧同你就冇關係啦，因為今年咧最主要咧同正財係有關係嘅。正財就叫做我哋一板一眼啦，對於自己可以計到數嘅收入啦，無論係加薪啊、
獎金啊，呢啲我哋都叫做正財，係因為佢係穩定噶嘛。咁啊喺流年裏邊咧，我哋要注意嘅就係唔好有啲太高風險嘅投資，因為今年偏財同你係冇關係嘅。農曆嘅3月份啦，叫做辛子神啦，尤其係你知啦，神係咩水庫嚟㗎，代表咗財源滾滾啦，可以咧喺呢個時候去做一啲合作啦，或者係啦投資一啲相對嚟講藍籌啲嘅、長線啲嘅、穩定啲嘅基金啊或者國債嘅。沒錯，那說完了這個事業啦、財運啦，感情是不是也是要穩呢？嗱，我可以咁樣講啦，屬猴嘅人咧喺2026年咧穩定至上，無論係感情、事業定係財運都好，都要穩。係啊，因為你唔單單只係穩定嘅生肖，亦都係穩定生肖裏邊最穩重嘅一個。所有偏嘅嘢啊，所有投機取巧嘅嘢啊，同你冇乜關係。咁如果你話單身嘅人咧，揾一啲叫做相對嚟講佢工作比較穩定嘅，通過朋友或者通過上司長輩相睇啊，呢種比較穩定、比較合格嘅相遇嘅方式會比較好啲咯。咁咧，如果係已經結婚嘅話咧，可能會今年咦咁平淡嘅，就平平淡淡才冇情緒價值俾我嘅，細水長流嘛。係啦，咁佢係咪唔愛我？唔係，因為感情就係咁噶啦，面對嘅就係柴米油鹽。沒錯，佢就係愛情嘅墳墓嚟啊嘛，係啊，愛情嘅墳墓。冇錯啦，其實就係令到大家更加去適合呢種叫做穩定嘅關係，唔好追求激情。對，如果屬猴的另一半可能要跟你說，哎呀，為什麼你這麼無聊啊？點解冇情趣？對啊，沒情趣啊。樂意，唔係嘅，係啦。咁因為係要穩定啊嘛。情緒價值。冇錯。那在健康方面，屬猴的朋友應該要注意什麼問題？嗱，馬騮咧係屬咩㗎？屬金嘅。咁咧火克金咧就會有我呢個人成日有嘅問題啦，喉嚨氣管成日乾燥，跟住皮膚抽煙不能抽太多。係。跟住咧，真係可以俾一個好好嘅建議俾大家㗎。我自己咧係每日朝頭早起床第一件事咧就係叩齒，牙齒亦都屬金喎，左邊叩9下，右邊9下，左邊9下，右邊9下，4、9、36下，叩齒36通，生津津液練液，成個人生津開闊清涼。令到你吸收呢個金氣，補翻自己嘅呢個肉身。哇，肉身同靈魂得到咗這個升華。我們去講一講屬猴的人的這個幸運色，白色、白色，杏色、杏色，係啦，杏色是這種顏色。唔係，杏色唔可以加埋橙色嘅。為什麼呢？係啦，這個無厘頭啊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咁我哋就增加金氣啦，增加白色啦，跟住咧或者隨身佩戴一個徽章。我其實好多衫裏邊咧都有一啲徽章，睇上去好似好普通，但係咧好多人會點解會有呢個徽章襟章喺度咧？其實就係加強自己金氣嘅一種做法嚟嘅。對，那我們的道家的這個4法裡面，我們第一法講咗啦，津液練形，朝頭早起身叩齒吞口水，然之後你就可以固本培元啦，生津潤燥啊。係啦。第二個心法咧就係話咧，因為火好大啊，火好大咧會令到我哋覺得呢個七煞啊、正官啊太多咧，壓力比較強。咁啊，心法裏邊咧唔好覺得有委屈。唔好覺得有任何嘅嘢，因為你所有嘅困難係要今年去接一接佢嘅。稍微能屈能伸少少咧，能夠保存到你更加好嘅發展。想開一點吧，係啊，豁達一點。因為咁樣咧，先能夠叫做屬馬騮嘅人咧，官印相生，能夠有呢個咁嘅好好嘅格局嘅。沒錯。咁啊，風水景講咗啦，都係。隨身風水啦，喺新加坡嘅人咧，可以一個1蚊嘅硬幣啦，八卦咁啊，同埋咧屬馬騮嘅人咧，我覺得你哋咧都可以話喺2026年咧，隨身都有個硬幣，硬幣係啊，或者銀仔佩戴住，同埋咧有個徽章、襟章。要不師兄你出一個吧？
正想講，我有接落嚟咧喺2026年嘅時候咧，風水堂咧亦都會出非常之多嘅周邊嘅產品，又平又靚又可以開運，請大家期待。係大家期待啦。沒錯。咁咧嗱，去行啦，行嘅時候咧就建議大家啦，去到好開闊嘅地方去行。大草原。開闊嘅地方咧，佢都代表咗金嘅，或者咧去到一啲寫字樓上面。哦，寫字樓。點解咧？因為幕牆啊，佢好多都係鋁啊、鐵啊嚟做嘅，金氣咧亦都係好強。咁咧亦都建議大家去行呢啲地方嘅時候咧，着啲淺色衫或者白色衫，跟住咧就會提升到自己嘅金氣啦。好，那感謝師兄給到屬馬騮啊、屬猴子的好的這個2026年的這個開運的建議了。那到了第4位，我們的屬雞的酉雞。哎呀，嗱，我點解咁樣講咧？因為新金裏邊咧，佢地址仲藏咗好多嘢啊嘛。但係酉金咧就係我哋嘅屬雞喎，雞裏邊咧就係得藏乜嘢？藏個辛金，但係知唔知辛金啊？珠寶玉器好細嘅金嚟㗎，並唔係咩話烈火，烈火克金啊，所以咧會令到你咧，無論係工作上面啊、人際關係上面啊，都好覺得辛苦嘅，因為你徹底咁塞咗個痕啦，一個核彈嚟打你呢個蚊子。係啊，所以工作上面啦、財運上面啦，或者人際關係上面啦，都會有好大嘅一個叫做壓力喺度。如果話犯太歲生肖係最黑嘅嗰幾個啦，咁咧雞咧就係緊貼住佢哋嘅其中一個嚟㗎啦。咁咧，但係我收到㗎嘛，我知點破解㗎嘛。金點解會俾人去黑啊？因為佢有個呢個鋒芒咯。沒錯。咁我哋懂得如何去收藏自己收斂鋒芒。鋒芒修身養性嘅時候，我又點會怕你咧？真金係唔怕火煉㗎嘛。所以喺事業上面就開波㗎咯喎。沒錯。謹言慎行。就是不要做太多的決定，少說話。因為咧，你個鋒芒一露咗出嚟咧，無論係上司啊、長輩啊、客戶啊，或者人際關係啊，都好容易由於你嘅疏忽咧，引發好多嘅矛盾。建議咧講少啲，做多啲嚇。少說多做。與其係希望人哋幫到你，不如我埋頭苦幹，提升我自己嘅專業能力，修煉內功，用我嘅成績嚟説話啦。咁啊，尤其咧係農曆嘅5月，農曆5月咧就端午節啊嘛，火8月，係啦，咁咧亦都係口舌是非多發嘅時候，自己咧要沉澱多啲落嚟，好似我哋啦，係咪先？沒錯。即係而家都中意修身心靈噶嘛，係咪先？凡係所有嘅發生皆有利於我，我就係用我嘅靈魂同呢個世界去溝通。財來，借，係啦，財來，係啦，冇錯啦。你一講到踩奶咧，咁就到咗財運噶咯喎。冇錯。咁我覺得咧，以守為最根本嘅。咁咧，守嘅時候，可能我哋都會有少少嘅災難啦。但係中國人一句説話講得非常之好嘅，破財擋災。對啊，心態要好，係，不要太過於着急。因為守係守唔住㗎，因為個火克金咧，亦都代表咗會有損傷啦。今年嚟講，又容易有啲叫做意外嘅支出啦。咁你能不能破歡喜財？冇錯啦。主動去花錢。咁我主動喺人際關係裏邊去消費啦，或者係主動去係啦，做啲叫做該維修嘅嘢維修下啦。咁啊少少嘅虧損，咁啊換來咗自己唔使俾個天去攞走咧，咁啊好好多嘅。咁咧今年最緊要咧就係話，所有人叫你去投資啊、投機啊、高風險啊、高回報嘅嘢咧，全部都唔好做。咁我哋要做嘅嘢咧就係話穩打穩紮，睇住自己嘅荷包，咁就 OK 噶啦。好，那剛才講了事業啊、財運啊，那感情方面是不是也要多忍讓？你講得隱約嘅意思就係咩咧？即係容易同人哋有口舌之爭啦。冇錯嘅，因為呢種克制力量太大啊，你會覺得自己點解我成日俾你哋恰啊？點解被你欺負啊？個天要咁樣對我啊？點解我會
聽到咁多唔好聽嘅説話，咁多參差不齊嘅人都對我講嘅，事實上係今年呢個火氣太大，令到你要開始進行學習啦。道家裏邊咧好中意鄭板橋嘅4個詞嘅，難得糊塗。哦，就是算了吧，他去就去吧。係啊，順其自然咯，所有不回來就不回來吧，算了。所以咧感情啊，口是是非啦。結咗婚㗎，甚至乎會打交添。係啦，還會武鬥。咁係啦，呢個時候咧點算咧？加入我哋嘅中華智慧大講堂，進入一啲修心、調理我哋靈魂、升華我哋內在嘅課程。是這樣子的，就是說，如果真的要武鬥，我們都要加入中華智慧大講堂，學2招防身，起碼不被別人打。我可以躲。簡直就係一個金剛鑽，點一點你我可以躲。定咗啦嘛，起碼定。好啦，咁啊接落嚟到我啦。到健康方面啦，啊，係啦，健康咧，都係咁啦，因為凡係金咧都怕火煉咧，就係肺部、喉嚨、氣管呢個環節裏邊咧會相對講會弱啲。咁弱啲嘅具體嘅表現咧，就係炎症啦、感冒啦，或者係扁桃腺發炎啦，要注意呢個呼吸嘅養生嘅。咁啦，嗱，真係啦，我平時都係唔會勸喻嘅，但係呢一度咧勸喻咧屬雞嘅你咧食少啲煙。屬雞嘅人不要抽煙。係啦，食少啲啊，戒唔到食少點煙。係啦，吸納多啲清涼嘅氣啦，可以食咩咧？百合啦、銀耳啦，多啲潤肺嘅食物。能不能多邊吃煙邊喝銀耳湯？我試過係 OK 嘅，係啦，但係唔知你得唔得啊？這個以毒攻毒啊，負負得正。OK。好，那剛才講到了這個健康方面啦，那屬雞的朋友有什麼樣的幸運色呢？乜嘢開心金啊？土，冇錯啦，黃色、咖啡色、棕色嘅都係 OK 嘅，同埋咧亦都特別建議大家咧可以喺屋企嘅西邊擺翻啲銅製嘅物品，因為咧西邊屬金啊嘛，係啦，身旺翻呢個有金嘅呢個力量咧，可以令到你2026年。雖然有壓力、謙卑，但係能夠精進，頂住。好，那最重要的，我們道家四法，我們從身的開始。咁我覺得啊，有金都係啦，因為你嗰個肺部咧容易出問題，肺部出問題咧同係喉嚨氣管有好大嘅關係嘅。沒錯。注意練習氣，因為我自己其實成日即係講課啦，都係容易咳嗽㗎。注意吸氣咧，吸嘅時候。緩慢咁樣，因為天地之間嘅氣係最有嗰種清涼嘅感覺嘅。吸入去嘅時候咧就可以潤肺啦。咁你哋吸嘅時候咧要注意，慢慢嚟吸入去，呼出嚟咧就隨便你啦。咁啊，第二個咧就係心啦，因為好多嘅時候要忍讓啊，所以咧你將外界嘅要求啊，或者係人哋講嘅嘢啊，轉化。係對我今年嚟講嘅話，係一個品行嘅考驗。自律，冇錯，對我係一個精進嘅一個過程。要求心一定要保持開放，唔好話點解總有少少人想害朕嘅呢種心態，千祈唔好有。沒錯，要接受，然後要自己去自律，接受、擁抱、包容嘅。沒錯。咁咧喺景上面咧，啱先講可能冇講得咁清楚啦，即係喺你嘅屋企或者你嘅辦公室啦、西邊啦，放銅製嘅嗱，最好係乜嘢咧？文昌塔。文昌塔，因為咧文昌塔咧代表咗節節高升嘅，咁啊你呢個時候先能夠抵擋到呢個咁強火對你嘅影響，因為我哋話風水講意象啊，節節高升代表咗咩啊？代表咗智慧，代表咗堅韌不拔。堅韌不拔。OK， 所以呢一定要做。沒錯，不會被困難所打倒。冇錯啦。那第四點，行。行裏邊咧金啊，亦都代表咗一種肅殺之氣啊。沒錯。所以咧，我建議大家咧，將一啲舊嘅雜物啊，做一個斷捨離，該掟嘅掟咗佢，同埋咧我哋尤其喺屋企嘅西邊，你注意下，多唔多雜物？如果多雜物嘅話，呢個金氣根本就出唔到嚟。沒錯。所以我哋留意屋企嘅西邊，如果有乜雜物，清晒佢，清晒呢啲肅殺。咁啊，令到我哋喺2026年咧有更加好嘅空間，同埋更加好嘅呢個心境去面對佢嘅。沒錯，所以我希望屬雞的朋友呢，能夠在2026年能夠順順利利。係，師兄也給了大家，雖然這個很大壓力啦，但是大家也要心態放好。
豁達和開放。其實咧，心態係能夠戰勝一切嘅核心。沒錯。咁我哋如果我哋做咗咁多嘢，冇一個好嘅心態咧，其實再往上加叫做基礎唔好，可能即係心態一崩，所有嘅嘢都毀於一旦。對，好，那雖然2026年屬雞的朋友們呢，會面臨很大的這個火燈能量啦，官殺嘅壓力很大啦，但師兄也給了大家很好的建議，要自律，然後要忍耐。因為我覺得咧，任何嘅嘢咧，個心態先係最重要啊。沒錯。無論你擺乜嘢啦、帶乜嘢啦、着乜嘢啦，其實都係上層嘅嘢嚟嘅。基礎冇打好，心態一崩潰，做所有嘅嘢都會崩晒。沒錯。好，那所以說，我們本期節目的最後一個生肖，也是12生肖裡面最後一個生肖，就是我們的亥豬啦。明年的這個運程怎樣呢？豬仔咧，我覺得幾時都係好㗎，因為點解咁講咧？因為佢咧係一個懶嘅代名詞嚟㗎嘛。有福氣啦。懶係代表咗福氣啊嘛，係所有愛你嘅嘢都注入俾你啊嘛。沒錯。咁咧呢個豬咧喺我哋嘅2026年咧，其實都 OK 嘅，因為咧佢暗合咗個官星啦，同埋和合埋嗰個財星嘅。財官。因為亥咧係咩咧？亥中任甲藏啊，所以咧佢同我哋嘅呢個丙午咧冇錯咧，有好多嘅財官有相合，即係喜慶之星啦。豬裏邊咧嗱，我講啲專業嘅嘢啦，但係大家唔好覺得太複雜啊，因為咧喺我哋個午火裏邊咧有個丁，係啦，咁我哋喺個亥水裏邊有個任，丁壬合係啦，合咗個財嘅，所以我覺得豬仔咧喺今年咧。無論係人脈又好，或者去玩樂又好，都有好好嘅呢個能量或者好多嘅幫助喺度嘅。沒錯，好，那我們開始講一講他的事業方面，我們需要注意哪些問題？OK，嗱，天合地合嘅時候咧，我嚟講離唔開一樣嘢㗎，就係人脈關係啊。即係我個人認為咩咧？尤其係中華民族嘅呢種血脈嘅傳承啊，人脈。嚟源於邊度咧？嚟源於吃喝玩樂，所以咧你喺今年嘅呢個聚會啦，或者應酬啦，會特別嘅多啦。咁呢個時候咧係點解會咁咧？係幫你去開拓你嘅人物啦，去令到你結交你嘅貴人啦。所以咧。如果今年你係從事一啲公關啊、銷售啊，或者係成日同人打交道嘅一啲工作咧，咁你其實係好有機會遇到好多嘅貴人喎。尤其咧係農曆嘅1月啦、壬月啦、10月啦、亥月啦，咁咧你嘅人物運係最強嘅。如果呢個時候喺正月或者農曆10月咧，有好多人揾你出去做嘢嘅時候咧，主動出擊，放手一搏，咁咧可能真係有個大哥喺度等緊你嘅。沒錯，那我想事業運這麼好，財運應該也是很棒的吧？我都話咗啦，佢係萬千寵愛所有嘅福氣嘅代表嘛，係啊，食嘢應酬嘅時候就會有吃吃喝喝，實錄。我其實有首歌㗎，約定和大哥睡，因為咧佢係學大哥啊，係啊大哥喎，真係係啦，因為佢賺錢嘅機會好多都係嚟源於人際關係啦、介紹啦，呢個食神咧亦都代表咗享受啦，所以咧我覺得佢就會有好多嘅即係消費啦、娛樂啦、文化啦，即係呢啲玩嘅板塊咧係適合佢去嘅，但係咧都有一樣嘢要提醒大家嘅，雖然有咁多嘅好嘢對你有利，唔好過度，係啦，過猶就不及，過度咗咧就可能把握唔到呢個機會。咁咧我話俾大家知，你要注意邊個月份去把握你嘅財運。農曆嘅6月咧，因為亥卯未啊，三合嘛，係三合啊，咁啊有投資嘅機會啦。有合作嘅機會啦，有大哥帶你合作產生良好收益嘅機會啦，把握好。好，那屬豬人的情感，我覺得應該桃花是不會缺的吧？一定。那麼多的聚會，天合地合，係啦，咁咧就會桃花運好旺啦，容易有新嘅戀情啦，尤其係自己出去飯局嘅聚會嘅時候，由於你嘅魅力四射，咁啊會令到大家會好中意你嘅。咁咧但係我覺得咧，尤其呢種結交 social 嘅場合啦，呢啲桃花咧。係咪咁多真情實意咧？時機帶眼識人，適當就要注意下，因為太容易啦，太多啦，所以要注意下嘅。沒錯。咁咧，如果已經結咗婚嘅咧，咁你就桃花旺嘅時候咧，亦都容易有啲爛桃花嘅。咁咧，但係我同大家講咗啊嘛，適合多啲嘅
聚會啊、交流啊，不妨咧屋企裏邊陪咧家人啦。多啲係啊，組織旅行啊，家庭嘅聚會啊，咁樣咧就感受到呢個生活嘅美妙、人生嘅情趣啦。沒錯，說不定又喜得二胎呢。你不止咯噃，係嘛？OK。沒有，師兄開玩笑的。好，我們講一講健康方面。係水旺啦，係啦，咁啊就享受美食啊，或者係咁多聚會嘅時候啊，沒錯。避免過量嘅飲酒啦，或者避免過量嘅去活動啦。咁樣我建議大家咧可以練一個功夫嘅，不過我覺得喺身心境行嗰陣時講會好啲。好，就留在後面再講。我們講一講屬豬人的幸運顏色。係咁啊，離唔開嘅兩個顏色，黑色、藍色會比較好啲嘅。咁咧，如果你想好啲嘅話，我有個超勁嘅方法。什麼方法？一本書叫做《玄之又玄》嘅書，《道德經》。冇錯啦，《道德經》又話上善若水，玄之又玄。跟住咧擺喺咩地方咧？屋企嘅北面。這個好像把靜又講。又講了風水的部分。係啦，但唔緊要。提前告訴大家。話俾大家知，我哋幾想你變得好啊！沒錯。好，我們進入我們的道家四法。首先第一個身的方面。係啦，咁我覺得咧就係因為你太多嘅一啲叫做活動啦，或者聚會啦，或者 social 啦，練習睡功啊，咁啊喺你嘅2026年咧，我建議你點瞓覺咧？打側嚟瞓。你看屬豬多有福氣，係別人是要打坐呼吸，你是要睡覺，係教你怎麼睡覺。因為咧打側瞓嘅話咧，你嗰個湧泉穴啊，我哋腳板底嘅係啊個湧泉穴咧，容易引火歸元啊，心神相交。咁咧我就教你哋，因為你哋呢啲其實最容易做噶啦。每個時候你希望你個湧泉穴能夠接收到更加多嘅信息，打側瞓。你剛才說到嘅湧泉穴，是不是在腳底板？冇錯，係啦，咁你大家就知道啊，或者可以喺全思全想嘅時候咧，感受下你個湧泉穴有氣入嚟，啵啵啵嘅跳動。因為下邊係水嘛，上邊屬陽嘛，所以喺度引火歸元，超級正。好，那第二個從心的方面，我們如何做呢？嗱，心方面啦，你要睇唔下啦，因為今年嚟講，你太多嘅機會啦，咁咧你就唔好話急於一時。既然有多機會嘅話，更加從容啲，慢慢嚟。係啦，靜待時機成熟嘅時候再做確定，因為都係咁講噶啦，多咗呢種選擇嘅時候，係咪就啱咧？亂花漸欲迷人眼啊！冇錯啦，咁我哋喺一啲叫做時機成熟嘅時候再做決定啊。咁啊喺今年嚟咧就可以去掂呢樣嘢啦。好，那剛才靜的這個方面就風水已經講過啦。係啦，北面係啦，北面咧主水嘛，水主智慧嘛，永遠最好啦。呢個世界上咧有兩本書係最暢銷嘅，《聖經》和《道德經》。冇錯，咁啊喺《道德經》上面就更加適合我哋呢個民族嘅集體潛意識。沒錯。好，那我們第四個行，水善利而不爭啦嚇。咁咧我哋要做乜嘢咧？行。有咁多嘅活動，活動裏邊我哋要參與乜嘢係最有益咧？冇錯，多參與公益，助人，唔好求咁多嘅回報。咁樣你實踐咗咧，就近乎於水啦。我同你講，行善積德係永遠冇錯嘅，尤其係你天合地合嘅時候咧，你喺人世間做一啲近乎於道嘅行為，上天就會賜予你近乎於道嘅發展啦。好，那也非常的恭喜我們屬豬的朋友啊！我感覺憑屬豬人的實力，也可以進入到我們第一個紅榜了。係啊，我哋會發現咧，呢五個咧，就係話紅榜喺最前，跟住咧黑榜喺最下邊。咁我哋就用咗咧紅榜啦、黑榜啦同埋穩定榜啦，做咗呢個三個階層嘅區別。咁啊，我認為咧，每一年咧佢都會有呢三個榜嘅。咁我係希望咧，我哋做到100歲嘅時候咧，都同大家講呢個12生肖。最後俾大家嘅一個建議啦，無論我哋俾到大家呢個身體點樣去做啦，心境點樣去放啦，行動點樣去行啦，風水點樣去擺啦，咁呢4個嘅最重要嘅咧，都係你嘅心境。內心。
好嘅時候要時刻知道壞嘅嘢可能會影響到我哋。沒錯。喺最壞嘅時候，亦都要知道，只不過係我自己嘅一個功課，我能夠克服過咗去啦，所有嘅美好都喺度等緊我。越來越好。係啦，哇，師兄啊，你講的這些道理真的是很經典的。那我也會覺得一個人無論是紅榜啦、黑榜還是文榜啦，其實修的都是自己內心。都係一個榜啫。沒錯，如果說自己的內心好，自己的運氣也會好，身邊人的運氣也會更好。係。好，那也非常感謝師兄的這個系列，就是我們的生肖系列。我們下一年的生肖系列再見吧。我覺得係咁嘅。如果大家係對於我哋呢個生肖系列咧係好有興趣嘅，多留言。如果每一期咧都係爆10萬嘅話咧，我哋可以願意繼續做落去，因為生肖係可以無窮無盡咁講噶。直播講，佢離唔開我哋天干地支。沒錯。直播講，直播講，見到你講，好，錄播又講，好，同埋只要我喺度嘅時候，我都講，只要每一期都係啦，只要喺度我都講，因為你可以令到我每一期都爆10萬。好，那我們也是非常希望我們的節目能夠破10萬，希望大家一起點讚、轉發、訂閱和評論啦。OK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福生無量天尊。進入咗九子離火，我發現我哋而家處在一個8年嚟有次變局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生活嘅問題，財運、姻緣、家庭以及健康。面對呢個命運嘅十字路口嘅時候，自己唔知點樣去選擇，或者亦都唔知自己可以做出乜嘢嘅努力。鑑於此咧，我決定退出我嘅中華智慧大講堂，通過我哋民族了不起嘅道家哲學思想，通過易經、八字、風水等等嘅道法術器，去解決我哋人生中嘅一次又一次嘅困難。喺我哋面臨命運嘅十字路口選擇嘅時候，做出最優嘅解決方案。